说起镰刀，第一时间总能想起死神的致命之剑。这把武器该说不说，实在是太帅了。不过这毕竟是神话当中的武器，在古希腊，镰刀还被誉为丰产之神，想要拿着它上战场还是有点难的。那么在历史中，它真的无法成为人类手中的武器吗？ No。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唠这把古希腊的传奇武器达契亚镰刀到底有多强。其实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好奇一件事情，人类在没有武器这一概念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打仗的呢？这个话题聊起来就很有意思了。翻阅史书，我们会发现，在早期的农耕社会中，人们会将自己的劳动用具变成杀敌的武器，比如说收割用的镰刀，劈柴用的斧子。于是镰刀成为武器这一概念也因此出现。但是镰刀毕竟主要用途并非是为了打仗而生，它在实战中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这就要好好说说达契亚战争了。达契亚是现代罗马尼亚的前身，在公元101-102年以及105到106年，古罗马皇帝图拉真进行过2次远征，侵占了达契亚国。此后罗马人和达契亚人逐渐融合，形成了罗马尼亚民族。但是从一开始，达契亚人其实也不希望成为罗马的一员，在罗马入侵期间进行了多次反抗，而他们反抗使用的武器除了剑、长矛等传统兵器外，就有他们的传统兵器达契亚镰刀。意大利罗马的图拉真广场上伫立着一座图拉真记功柱，上面就清晰地记载了达契亚战争始末，并且还将战场上的真实画面刻画出来。当年图拉真在继位罗马皇帝后，达契亚人越过冰封的多瑙河，骚扰罗马帝国的边境。罗马帝国啥时候受过这委屈？别看皇帝刚刚去世，图拉真也不是吃素的呀，立刻就筹备攻打达契亚的作战计划。图拉真的想法是争取一战就解决边境隐患，然而更重要的是，达契亚的宝藏和金矿真让人流口水呀。秉持着你的东西是我的，我的东西还是我的胖虎原则，公元101年，图拉真御驾亲征，跨过多瑙河，在父亲图密善被达契亚国王德塞巴鲁斯击败的地方报仇雪恨。不过这次作战计划百密一疏，偏偏有一处薄弱点被德塞巴鲁斯找到，最终没能全歼达契亚部队，让其逃了回去。这次失败并没有让德塞巴鲁斯失去信心，于是在次年就立刻重整军队，攻占了罗马的莫埃西亚省。这反手偷家的操作让图拉真彻底麻了，没办法，只能回去救援。不过这次图拉真没有再给德塞巴鲁斯机会，一战将其击溃，德塞巴鲁斯也彻底认怂了。谁知道罗马人这么猛，只能承认了罗马的宗主地位。但是回去后的德塞巴鲁斯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老子这么强，你们前任国王都不是我对手，凭啥你能打过我？于是又搞起了幺蛾子。3年内立刻组建了一支军队，继续挑战罗马。图拉真立刻予以反击，也正是此战让达契亚镰刀大放异彩。当时达契亚镰刀的形制分为2种，单手用和双手用，不过它们却有着共同的特性。铁质的刀身与木质刀柄组装而成，刀身狭长，刃口锋利。不过单手镰刀全长通常为41厘米左右，刀柄长度约占全刀总长的1/3。如此长的刀柄，说它是单手镰刀确实有点亏。在考古中发现了许多证据，实际上这款单手镰刀其实也能双手操作。双手镰刀的设计相对比较简洁，作为一款长兵器，它由一根91厘米长的木柄与大致等长的弯曲金属刀身组成，整体要比单手镰刀更舒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达契亚战争期间也曾出现过一款更长的镰刀，不过这种镰刀并不算是制式武器，因为它实在是太大太沉重了，除非是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否则一般人是挥不动的。在达契亚战争期间，这款镰刀内侧由于过于锋利，并且刀尖部如弯钩状，对后排士兵的威胁极大。在劈砍过程中，无论是刀尖击中头盔，还是刀刃劈中盾牌，对于士兵而言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按照达契亚士兵的基础身体素质来说，基本上每一位使用镰刀的士兵，全力一击下能直接活劈了手持盾牌的士兵。并且这种武器别看有些笨重，达契亚人耍起来非常的灵活，他们甚至拿着镰刀的尖钩将盾牌拉离使用者，
然后再进行劈砍。在当时，罗马士兵也不是瓤茬，但是奈何身上的护甲、头盔和盾牌根本扛不住达契亚镰刀的攻击。据说这把武器在劈砍中护甲的同时，依旧可以对士兵造成一个致命的开放性伤口，并且当时的罗马士兵的铠甲保护并不全面，胳膊等需要击中的部位都没有保护，只要被镰刀砍中，立刻就丧失战斗力。这也让罗马人在达契亚战争中吃尽了苦头。到了这时，图拉真坐不住了，达契亚镰刀也太变态了吧！你们这么玩，我还拿命统治达契亚呀？你不反过来统治我就不错了。为了反制达契亚镰刀，罗马人果断放弃了现阶段装备的板甲，开始大批量使用以前的链甲和鳞甲。同时，图拉真命令全城工匠全力赶制了一批臂甲，保护士兵的手臂。另外，罗马部队的头盔上也做出了改变，头盔的正前方添加了一道横向的铁环，加大了头盔的强度。这两种改动直接加强了部队的应对达契亚镰刀的防御能力。其实说是加强防御能力，倒不如说是加强了部队的机动性。因为对于链甲和鳞甲来说，实际上并不如板甲更加坚硬，但是却能分散达契亚镰刀劈砍形成的攻击力，并且还减轻了重量，士兵更加灵活，躲避笨重的镰刀攻击更加容易。于是在速度面前，沉重的镰刀彻底成了笨逼，达契亚再也没有抑制罗马进攻的手段。最终，罗马吞并了达契亚，德塞巴鲁斯在皇宫自绝。其实按照硬实力来说的话，达契亚和强大的罗马帝国相比实在是差太多了。但是能在前期给罗马造成如此大的伤亡，达契亚镰刀功不可没。甚至我们能在特拉亚尼纪念碑上还能看到罗马在达契亚战争初期被达契亚镰刀阻碍罗马攻势的画面。看完这些精美的画面，你不得不由衷的感叹，这把武器实在是太猛了，击杀敌军那就跟砍瓜切菜一样简单。不过这款武器最大的弱点就是太容易被针对，失去了镰刀的达契亚人根本不是罗马人对手，最终没能逃过吞并的命运。但无论是罗马也好，达契亚也罢，中国的命运都只是历史篇章中的一部分，但达契亚镰刀的传说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